一个漆黑宁静的夜晚，你抬头望向星空，突然发现一个发着诡异光芒的圆盘在天边悬停。它没有声音，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划过天空，随即又静止不动，仿佛无视地心引力的存在。你揉揉眼睛，再仔细看去，那神秘物体已经不见踪影。这不是科幻电影的片段，而是无数目击者声称亲身经历的场景。没错，我们今天要聊的主角就是传说中的飞碟。说到飞碟，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画面也许都是类似的。夜空中突然出现一个发光的盘状物体，行动诡异，忽闪而逝。不明飞行物，英文简称 UFO， 被戏称为不知道是什么的飞着的东西。而飞碟这个称呼其实源自几十年前的一次奇特目击。1947年，美国飞行员肯尼斯·阿诺德报告说，他看到一连串奇怪的飞行物掠过华盛顿州的雷尼尔山，就像碟子在水面掠过一样。当时的报纸将其形容为飞碟，从此这个名字就传开了。不久之后，同年夏天，一起更加轰动的事件发生在新墨西哥州的小镇罗斯威尔。这场谜团直到今天仍让人津津乐道。那是1947年7月初，罗斯威尔附近的一处农场，有农场主在田地里发现了奇怪的金属残片，有像锡箔一样的薄片，还有橡胶和木条样的碎片散落一地。一开始，当地空军基地发布新闻称，他们在牧场上找到了一个坠毁的飞碟。这个消息立刻引爆了公众想象，难道真有外星飞船掉在了地球？媒体争相报道飞碟被捕获的头条，许多人激动地认为人类或许第一次接触到了地外文明。然而，就在大家越传越玄乎的时候，故事却突然来了个大反转。仅仅一天之后，军方又改口了，召开记者会澄清，坠落的只不过是一个气象气球。原来，美军所谓的飞碟只是一场乌龙。据说这些残骸不过是某个高空气球的碎片，并非什么来自外太空的飞船。就这样，罗斯威尔事件看似被官方一锤定音的平息了。可是真相果真如此简单吗？许多人并不买账。毕竟军方一开始亲口说逮住了飞碟，然后突然又否认，这前后矛盾的操作不得不让人怀疑其中有隐情。于是各种阴谋论传言在接下来几十年里疯狂滋长。有人断言罗斯威尔坠毁的确是一艘外星宇宙飞船，里面还有外星人生物被发现。而气象气球的说辞不过是政府为了掩盖真相编造的谎言，甚至还有小道消息声称，当年从坠毁现场回收的不只是几片金属，而是找到了所谓的小灰人、外星人的遗体。虽然听起来离奇，但不少 UFO 爱好者对此深信不疑。他们认为美国政府从此秘密收藏了外星科技，并开展逆向工程研究，也就是通过研究外星飞船的技术来推进人类自己的科技。是不是觉得像科幻电影《黑衣人》的情节？在那里，政府有个机密组织，专门管那些落在地球的外星人。而现实中，很多人相信五角大楼下面真的藏着这些不可告人的秘密。随着时间推移，罗斯威尔事件不仅没有被遗忘，反而越炒越热。几十年后，还有当年参与此事的一些人士在晚年站出来暗示真相并不简单。例如，当年最早发现残骸的空军情报官员杰西·马塞尔，在1970年代接受访谈时就表示，气象气球只是幌子，他亲眼看到的碎片绝非凡物。甚至有军方人员留下了临终证词，声称亲眼目睹了外星飞船残骸和生物。当这些消息传出，无疑又给罗斯威尔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而美国空军后来也2次公布报告，承认当年气球残骸属于一个代号莫古尔计划的机密项目，用于监听苏联核试验。所以最初保密是因为冷战任务。但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打消大众的怀疑，许多民众依然相信政府有所隐瞒。有调查显示，直到21世纪，仍有相当比例的美国人坚信罗斯威尔事件背后有不可告人的内幕。罗斯威尔事件就像 UFO 历史上的一颗石子，激起的浪花一直荡漾至今。它不仅让飞碟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也点燃了公众对于外星文明的想象和阴谋论的熊熊大火。而在罗斯威尔之后，世界各地接二连三出现所谓的飞碟目击报告，仿佛天上到处都在上演着 X 档案的剧情。从美国本土到前苏联，从欧洲乡村到亚洲都市，不同时代都有不少离奇的事件传闻。例如1952年，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雷达屏幕上据称多次出现不明飞行物，甚至还有飞碟光临白宫上空的报道。
引得战斗机紧急升空拦截，却什么也没抓到。当时报纸吓得大呼飞碟来了。再比如比利时在1989到1990年期间，有上千人目击到巨大的三角形不明飞行物在夜空低空飞行，甚至比利时空军也出动战机尝试追踪那神秘三角。结果那些物体动作灵活，速度惊人，让人怀疑不是人类科技所能及。除了西方世界，中国其实也有过好几桩引发轰动的 UFO 目击事件。最著名的一例发生在2010年，当时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空突然出现不明飞行物，导致机场不得不紧急封闭1个多小时，许多航班大晚上的只能在天上干等着，地面上也乱作一团。当时还有照片显示夜空中有一个亮着光的奇异物体，民航机组人员和地面群众都有目击。这件事连官方媒体都报道了，一时间 UFO 成了新闻热点。当然，事后专家调查的结论比较无趣，说可能是飞机航班的灯光被误认为 UFO 云云。但对于喜欢脑洞大开的人来说，这种解释显然太官方。他们宁愿相信那天晚上杭州上空确实有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飞行器来过，只不过具体身份被有关方面给低调处理了。那么这些神出鬼没的飞碟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它们不是幻觉，也不是恶作剧的热气球或灯光，那会不会真是某种先进飞行器？当目击者描述那些 UFO 往往没有机翼，没有声音，可以静止悬停，又能瞬间加速，高速移动中突然90度直角转弯等等，这些特性听起来完全超出现有人类航空器的能力范围。试想，一架飞机高速飞行中猛然直角拐弯，机身早就因巨大的惯性力而解体了，但是飞碟据说就能轻松办到，还不带晃的。这让很多科学家也开始好奇，假如真有这样一种飞行器在天上乱飞，它背后的原理会是怎样？于是一些脑洞清奇又勇于探索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始认真思考，甚至尝试复制飞碟的黑科技。有一种理论认为，飞碟之所以能任意高速飞行和悬停，秘诀就在于反重力，简单说就是对抗地球引力的技术。如果能造出一种装置抵消引力或产生反向引力场，那么飞行器就能像失重一样随意升降，不需要传统喷气引擎提供升力，听上去有点像魔法，对吧？然而这正是许多科幻作品里的标配技术，比如星球大战里的飞行汽车，靠的就是反重力引擎。当然，在现实里科学家并没有找到魔法开关直接关掉重力，但他们在电磁学领域找到了突破口。因为电磁力和引力都是自然基本力，如果能用强大的电磁场来干扰甚至扭曲引力场，或许就能实现某种变相的反重力效果。加拿大发明家约翰·哈钦森就曾宣称，通过特定的电磁场实验，他让一些物体漂浮了起来。所谓哈钦森效应，据说可以让金属变得像橡皮泥一样变形，甚至无视地心引力，离地而起。尽管这一实验的可靠性饱受质疑，但它激发了人们对反重力技术的幻想。如果在实验室里能让一个铁球悬浮，那么未来是否也能让一艘飞船悬浮？美国在冷战时期，据传也进行过反重力研究项目。有传闻说，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美军就启动了所谓的反重力机动计划，试图研发利用电磁场或旋转离心力抵消重量的飞行器。这些听上去很像天方夜谭的计划，后来都没公开下文。于是有人猜测，会不会成功的原型已经被列为最高机密藏起来了？除了电磁反重力，还有人提出飞碟可能使用的是核能，或者甚至更夸张的物质与反物质反应堆作为动力。普通飞机需要燃烧航空燃料，可 UFO 目击报告中几乎从未提到看到喷火的尾焰或者燃烧的迹象，相反，它们往往通体发光，有时发出强烈的光晕，这让人联想到等离子体技术，也就是高能电离气体。也许飞碟表面覆盖着等离子能量场，既可以减少空气阻力，又可能产生隐形效果，让雷达难以捕捉。另外，等离子体发出的光也许正是我们看到 UFO 发光的原因之一。而在一些更前沿的科幻理论中，飞碟的飞行方式甚至被猜想为扭曲空间。根据广义相对论，如果能在飞船周围形成一个扭曲时空的场，比如创造一个微型的曲率驱动，简单来说就是在前方压缩空间，并在后方膨胀空间，飞船就能像坐滑梯一样滑过空间，从而达到超光速旅行的效果。这种概念被称为曲率引擎，或者干脆叫 Warp Drive， 是星际迷航等科幻里的经典桥段。虽然目前我们完全造不出这样的东西，但物理理论上并非绝对不可能。
这听起来离飞碟有点远，不过喜欢相信外星高科技的人会说，也许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飞碟，就是用了我们尚未掌握的空间扭曲技术，所以才能瞬间消失在空中，让人捉摸不透。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 UFO 其实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只不过是尚未公开的尖端科技。如果某国开发出革命性的飞行器，一定会当最高机密来保守，不会轻易示人。所以每当 UFO 话题火热时，就有人提出，会不会飞碟其实是某些秘密军事项目的产物。例如，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是美国有一款名为 TR-3B 的三角形飞行器，这种飞机据说采用了反重力引擎，能够以极高速度在大气层内外飞行，形状呈黑色三角，非常符合一些 UFO 目击的描述。支持者认为 TR-3B 就是美军逆向工程外星飞船技术的结果，等于美国自己造出了人造飞碟，听起来很刺激，但官方从未承认过有这回事。其实，人类曾尝试造出看起来像飞碟的飞机。二战后，美加两国就合作开发过一种圆盘型机翼的试验机，叫阿弗罗飞车。只可惜这玩意儿性能很糟糕，只能离地几英尺打转转，最后项目失败告终。可见，单靠当时的科技，想模仿传说中飞碟的机动性，还是差太远。说了这么多，我们到这里可以稍微梳理一下思路。关于飞碟的种种理论，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即科学技术角度的猜想、政府阴谋论的推测，以及大众文化的想象。事实上，这三方面常常交织在一起，让飞碟传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我们刚讨论了科学上对于飞碟飞行原理的一些探索，从反重力和电磁推进到曲率引擎，每一种都令人脑洞大开。但科学家们毕竟还没有抓到一只真实的飞碟来研究，只能根据目击现象和物理原理推测。如果哪天真有外星飞船降落在实验室，想必物理学将迎来重大突破吧。再来看阴谋论方面，罗斯威尔事件开启了 UFO 阴谋论的先河，但绝不是唯一的一桩。在后来的岁月里，类似的传闻层出不穷。例如，有传言说美国政府早就和外星人有接触，甚至签了秘密协议，让外星人在内华达沙漠的51区基地进行研究，而作为交换，人类获得一些先进技术。51区因此成了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保密军事基地。它真实存在，但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对它的具体用途三缄其口，这当然更加深了大众的想象。那里头是不是藏着几艘飞碟？著名的51区传说里还有一个传奇人物叫鲍勃·拉扎尔，他自称在51区参与研究外星飞船，并透露飞碟的动力来自一种编号115的神秘元素。这故事细节绘声绘色，甚至提到了工程师如何尝试启动外星飞行器的反重力引擎等等。不过很多人认为拉扎尔是在胡编乱造，因为没有证据支持他的身份背景。他说的元素115倒是真存在，只是直到2003年科学家才合成了这种元素，它极不稳定，与飞碟动力毫无关系。不过阴谋论爱好者会说，也许拉扎尔看到的是稳定的115号元素，同样的元素，人类只能造出不稳定的同位素版本。总之，这些传言越讲越像小说情节，却有不少追随者深信不疑。除了51区，另一段时期的 UFO 阴谋论来自冷战高峰，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彼此竞争，也各自调查 UFO 现象，因为谁都担心对方是不是搞出了什么新奇武器满天飞。当时美国有个官方项目叫蓝皮书计划，就是专门收集研究 UFO 报告的。蓝皮书项目持续了将近20年，最终在1969年宣布停止。结论是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证明外星飞船造访地球的证据，大部分目击都可以用自然或人造现象解释，听起来挺科学理性，对吧？然而，正当蓝皮书划上句号，民间的 UFO 热潮却方兴未艾，各种飞碟俱乐部和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爱好者交换着各自打听到的小道消息，一些轰动一时的照片和事件不断刺激公众神经。比如有著名的照片拍到空中一个圆盘形物体，看起来像极了科幻电影里的飞船。虽然后来很多照片被揭穿只是塑料模型或者光影问题，但每当一个谎言被戳破，另一个新的传说又开始传播了。在这些年里，一系列所谓外星人绑架事件也成为话题。不少人声称自己深夜被神秘光束带上飞碟，与小灰人大眼外星人来了一场亲密接触，然后又被送回地球，但失去了记忆，只有通过催眠才想起这些经历。
这类故事情节甚至诞生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叫第三类接触，也就是与外星生物的直接会面。美国的希尔夫妇绑架事件和欧洲的几起绑架报道都吸引了社会的强烈关注。有人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做梦加幻想，还有人深信不疑，把它当作外星人进行实验研究的证据。说实话，这种听起来细思极恐的经历却成为大众娱乐的好素材。没错，咱们聊了科学和阴谋，再来说说飞碟与科幻娱乐之间的互相影响。一方面，真实世界的 UFO 报告为科幻创作提供了灵感来源；另一方面，科幻作品的流行也反过来塑造了公众对于 UFO 的刻板印象。尤其是在20世纪中期，飞碟文化与大众媒体简直形影不离。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好莱坞就拍摄了大量外星人飞碟题材的电影。那些黑白电影里，外星人总是驾驶着盘状飞船降临地球，要么吓得人类鸡飞狗跳，要么就是带来某种警示信息。比如1951年的电影《地球停转之日》，故事就是一个飞碟降落到华盛顿，一个来自宇宙的使者警告人类珍惜和平。那个飞碟外形银光闪闪，里面走出的机器人高大威猛，当时可是让观众大开眼界。到了70年代，斯皮尔伯格的第三类接触更是把飞碟拍得绚丽梦幻。尾迹划过夜空，大型母舰伴着音乐降临，五彩斑斓的灯光闪烁着与人类交流。这种正面描绘让人们对 UFO 从恐惧变成了好奇与向往。当然，科幻里也有不少反面教材，最著名的当属独立日。想象一下，一艘直径数公里的超级飞碟出现在城市上空，然后给你来个主炮齐射，白宫瞬间灰飞烟灭。这场景当年可是吓坏了无数观众。但别忘了，好莱坞总爱安排人类最终反击成功，所以影片里地球人还真的用上了飞碟逆向工程梗。男主角跑到美国51区基地，果然发现政府藏着一艘当年坠毁的外星飞船，还靠他研究出了解除外星护盾的办法，最终把外星大舰队一锅端。这部电影几乎囊括了当时流传的各种 UFO 传说元素，例如罗斯威尔事件、51区秘闻、外星科技逆向工程，甚至连人类驾驶飞碟大战外星人的桥段都有，令爱好者直呼过瘾。而1997年的电影《黑衣人》则另辟蹊径，用幽默搞笑的方式呈现一个外星人早已混迹于人类社会的世界，专门有秘密特工负责处理外星事务。里面也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小飞碟，把观众逗乐的同时，又一次加深了政府隐瞒外星秘密的印象。除了电影，电视上也热闹非凡。X 档案在90年代风靡全球，主人公福克斯·穆德相信阴谋论，一直追查妹妹被外星人绑架之谜。这部剧每一集都充满悬念，不是出现 UFO 残骸，就是出现神秘政府特工灭口，营造出一个庞大的阴谋网。他的明言真相就在眼前，也让多少观众跟着揪心，怀疑政府真的藏着惊天秘密。可以说，飞碟在大众文化里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人们一想到外星人来访，就会默认他们开着光闪闪的圆盘飞船，脑袋大，眼睛小。其实这些视觉形象很多都是文艺作品帮忙定型的。早年的小说和影视把模板刻下来了，后来者的目击报告反而越来越趋近那些既定形象。这到底是因为人类想象力有限，还是那些真的就是外星访客的标准造型呢？这又成了一个谜。说到这，也许你会发现，飞碟这个话题之所以经久不衰，正是因为它恰好位于科学与幻想的交界点。一方面，我们对天空中那些未解之谜充满好奇，希望用科学去解释，它也许是自然现象，也许是尚未公开的高科技飞机，又或者真的是另一颗星球的产物。另一方面，我们又乐于让想象力驰骋其上，将各种精彩的故事投射其中。无论是阴谋论故事还是科幻创作，都让飞碟蒙上一层传奇的色彩。于是，飞碟既是真真切切有人看到的不明物体，又成了人类文化里一个象征未知与想象力的符号。或许绝大多数 UFO 目击最后都有一个平淡无奇的解释，比如某次大家紧张半天的亮光，其实只是金星在闪烁；还有某张号称飞碟的照片，其实是淘气的孩子把锅盖扔向空中拍下的。但是在浩瀚宇宙中，我们人类又怎能断言自己是唯一的智慧生命呢？那些偶然的目光所及，会不会真的有一次见证了来自星海彼端的来客？正是这种一半怀疑一半期盼的心态，驱使人们不断寻找着答案。
美国国会近年甚至公开举行了 UFO 听证会，请来前情报官员作证，谈论所谓长期隐瞒的 UFO 回收计划。一时间，连严肃的政客也开始谈论外星飞船，令这一话题更添几分真实感。无论飞碟背后的真相是科学奥秘还是骗局传说，它带给我们的思考和想象却是实实在在的。从科学解谜的角度，它促使我们审视大气物理和航天技术的极限；从军事视角，它提醒我们技术竞赛和情报秘密的影子；从文化创作上，它则丰富了无数小说电影的桥段。可以说，飞碟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传奇符号。也许某天，当人类真的迈出地球，成为别的星球的外星人时，我们回头再看 UFO 传说，会心一笑，发现原来我们自己也一直渴望着天空中出现奇迹的那一刻。怀着这份好奇与期待，我们望向无垠夜空，那里是否有谁也在凝望着我们？飞碟之谜依然悬而未决，但正因如此，它才吸引着我们一探究竟。真相也许就在前方等待，只要我们敢于想象，并不断追问。毕竟不去探索的话，谁又知道天外会不会真的有飞碟降临呢？